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叉烧肉，放学的时候、下班的时候都会买一份叉烧肉带回家，不仅可以单独当做一道菜，还可以加到其他菜里，既好吃又方便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烤箱也能做出美味叉烧的方法。用我的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叉烧，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，经济实惠。而且干净又卫生，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一大早去菜市场，跟卖肉的老表拿了2斤梅头肉，这个部位的肉看起来和雪花牛肉差不多，口感特别鲜嫩，用来做叉烧可是不二之选。如果亲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梅头肉的话，可以直接在市场跟肉档老板说，要一份用来做叉烧肉的梅头肉就行了。我们首先用刀从肉的中间切开，一分为2，厚度大约2公分左右就可以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入味。我们把切好的肉先放在大盘子里面，接下来准备一些配料，先准备几瓣大蒜，趁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将它们拍匀。接着准备一块野生的生姜，趁它没有防备的时候，用刀背像我这样把生姜拍碎。再准备一小把迷人香葱，把葱白部分用刀拍一拍，再切成长段，切好一起放入大碗中。碗中倒入适量的料酒，下入爪子，狠狠地抓出葱姜汁水。用这种汁水不仅可以去腥增香，而且口味丰富，特别的好吃。然后我们把它倒在猪肉上，再把肉腌制一下。先放4小勺叉烧酱，叉烧酱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准备，也可以准备多种口味的叉烧酱，一下子做出好几种口味的。我这里是2斤的肉，大概加了48克左右。再来1勺的灵魂食盐，再加1勺薄盐生抽，戴上手套，用我的右手给它抓拌均匀。这里我们可以使出80%功力，使劲的抓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还有10多天就过年了，辛辛苦苦工作了1年，在2023年结尾，都可以一起在家团团圆圆过个丰盛年。中国年就图个喜庆，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，让我们共同迎接崭新的1年。在告别2023年之际，我想送上最诚挚的祝福，愿你在新的1年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。酱料跟猪梅肉融合均匀后，扣上盖子，放入冰箱冷藏腌制，至少冷藏腌制1天，保证肉能够腌入味。腌制1天以后，完全入味了。这时候我们来调个蜂蜜汁，碗中放入58克的野生蜂蜜，再加入适量的凉白开，用勺子认真的搅拌搅拌。在烹饪肉类时，可用蜂蜜调味，让肉类的口感更佳，甜中带酸的味道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把蜂蜜完全的给它化开。搅拌好后，将蜂蜜汁倒入电饭锅里面，再把腌制好的叉烧肉一块一块放进电饭锅中，平铺在锅底，把腌料的料汁也加进来，盖上电饭锅，调整为包饭模式，等待大概20分钟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！煮制期间，
我们要把肉翻动个2、3次，是为了防止肉粘锅底，二可以让肉更均匀的入味。最后把汤汁收浓稠，像视频中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打开盖子，啊，好香啊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隔壁邻居都能被馋哭了。我们就可以将叉烧肉取出晾凉，放凉之后，我们用刀把叉烧肉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叉烧肉大家应该都吃过的吧？味道是非常美味，但是价格也是不便宜。我们这边随便一份叉烧饭就要差不多20块钱，肉也才几块，真是少得可怜，每次都吃不过瘾。这肉自己做只要25元，肉质鲜嫩爆汁，一上桌孩子疯抢。做这道菜，建议亲人们要多买一些肉，不然一盘真的不够吃。叉烧肉在以前是叉烧，叉是象形字，烧是象声词，久而久之成为了一道菜名。叉烧，叉烧是从叉烧发展而来的。叉烧是江猪的里脊肉，夹插在讨全猪腹内，经烧烤而成。因为一只讨全猪最鲜美处是里脊肉，但一只猪只有2块里脊，难于满足食家需要。于是人们便想出叉烧之法，但这也只能插几条，更多一点就烧不成了。后来又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来烧，久而久之，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。叉烧切好后摆入盘中就可以吃了，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蜜汁叉烧肉就做好了。用这个方法做好的叉烧肉比饭店的还好吃，色泽焦红诱人，香味弥漫，入口香甜不腻，入口香嫩多汁而不柴，酱香的味道在口中回味无穷，让人吃过一次就忘不了。我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特别爱吃肉，所以我们可以多买一些肉来腌制，然后放进冰箱冷藏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拿出一些来煎，味道非常好。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